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播出，记得准时收看哦。我想现在播出的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已经下班了吧？还是你正在加班当中呢？今天我们想要陪你聊聊下班后的自己。你知道吗？人不是手机，但也需要充电，要不然再厉害的电池也都会撑不久。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Andrew 你好。Hello， Sam 好。OK， 上班累不累？超累。而且据我所，你跟那个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目前 OK， 大家好，我是 Andrew， 然后来越南3年，现在在金融业、银行业这样。金融业很需要应酬吧？非常需要。所以下班之后要跟客户应酬，算是你的加班？算是。OK， 好，那应酬之后，下班之后，你通常会做什么来放松？应该这样分2块。第一个是，通常我们如果有应酬，那我们基本上都会喝酒。那喝酒的量其实也都真的蛮多的。而且喝得很烈，那种烈酒。所以如果喝完酒，我回到家，基本上我就是一个死掉的状态，你也不用想要干嘛，就是可能就是洗洗就睡了，所以也不会有太多其他的活动或者自己的时间。你就是要赶快抓紧时间，让自己的身体赶快恢复，然后进入到睡眠，隔天才有办法要上班，你才有动力跟体力去上班。那如果是说，今天都没有应酬，就是正常时间下班。我其实来越南之后，我的生活其实一直都还算蛮规律的，可能也是前2年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所以基本上我回到家就是先去买菜，然后就去运动，运完动就煮个饭，然后一边吃饭的时候就一边看 Netflix， 然后最后就是洗碗，然后打扫一下家里，就准备要睡觉了。就大概就是我的就是下班后的一天这样。平均你一个星期要应酬几次？其实很不一定，就是但如果你说真的平均，可能1到2次可能是需要的。那回到家很醉，隔天上班迟到，主管会就是原谅你吗？就是偶尔发生，他们是可以理解，或者他也知道前一天其实那个喝的量是非常的多的，他们是有办法体谅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说，你每一次跟客人应酬，你隔天就迟到，就是这个东西太频繁，其实对于整个公司的营运或是一个体系都还是不是算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得尽量的去避免。OK， 好。其实我之前有大概了解一下你的工作，就是的确是因为其实之前也有意愿想要就是进入到银行业，但是呢，看到 Andrew 这样子非常的忙碌，然后都要应酬，我觉得应该好像蛮不适合我的。对，你的工作最需要动的地方是什么？最需要动的地方因为我本身是做业务嘛，那其实业务就是所谓的关系的经营，所以其实最需要去动的地方就是你要怎么样跟人家去相处，或是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人家去达成你想要的目的，或是我们所谓的成交，所以就是除了事情本身的规划之外，我觉得有很多是你要去学习或者怎么会去思考对面这个人，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他相处，他适不适合用可能比较朋友的关系去经营，或是他适合用一个比较正式的关系去经营，那这就是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你要在每个时间点或者每一个断点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判断，那才不会造成可能这段关系的走向是不好的。那我想你的工作不只是动脑，还要动劳力耶，因为你还要去拜访客户什么的。当然。天啊 ，OK， 所以经营好客户关系也是你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没错。OK， 你会 care 自己的心理健康吗？你会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非常非常 care。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比起你说身体健康，我觉得心灵健康更是一个
你很容易陷进去，就会很难拔出来的状态。那身体健康，你可能可以透过药物，你可以通过运动或是饮食习惯，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快的恢复，但心灵健康就是尽量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个泥沼，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好的治疗方式。你有陷入过吗？曾经有一阵子刚来了第2年的时候，然后那一阵子大概1整个月我都在加班，然后同时所有事情挤在一起。那时候是有到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情况。那时候我们认识了吗？应该是认识了。哦 ，OK，那时候很累。对 ，OK， 但是后来没有这么常加班，所以就又比较好一点，是不是？没错。OK， 好。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事情最容易让你感到压力？压力吗？其实真的还是不外乎就是以工作这边的事项为主。那工作的压力其实来源很多嘛，可能是你的客人，可能是你的老板，那甚至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你会对于你怎么样跟你的比如说同事，或者是算是下属吧相处，这也是很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学习跟拿捏的。那有时候你可能做的不如你的预期，你当然就还是会给自己有一些压力。所以工作上的主要的来源是这一些。那至于生活上的话，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平衡的，因为我蛮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然后所以我也知道怎么样去释放我的压力，所以在下班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舒服的状态。你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要怎么跟自己相处，要怎么放松吗？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会面对到这种非常大的工作压力，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发泄的方式不对，或者是说没有及时发泄，或是找不到办法。那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样，就是第一个你还是得先了解自己，然后你要知道说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感到开心，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感到平静，那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试着把这些事情排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要尝试着跟自己做一个妥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完美的人，你一定有强项，你一定有弱项。那当你要逼着把你自己的弱项又达到那种很厉害的人的等级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会非常痛苦。然后当你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努力还是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对自己产生一些失望啊，或者是比较低落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跟自己妥协，要去接受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当你接受妥协，你就有办法释怀。那释怀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释放压力。接受妥协这件事情很难。我同意，但就是一样，就是这东西都是可以练习的，对不对？可以练习的。对，其实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太完美，这样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累。没错。所以试着跟自己说不，或是停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对。那最让你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让我快乐哦。对，如果可以好好放松，你觉得现在很多娱乐可以做，那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会让你最快乐？其实就是我就一个礼拜7天嘛，然后1到5就是上班，然后我下班后其实就是一样，我刚刚讲的，我的生活蛮平静跟规律的。那其实下班时间就已经相对来说是在修复当天的生活的压力。那总是有时候你是可能当天的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平衡，所以其实基本上我礼拜天我是不安排任何活动的，我就是自己在家，就是做我所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看 Netflix、运动、看书，或是就是放个音乐在家里，然后就放在那边放空，我就是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不被其他人去做一个打扰，因为压力很多时候，或者是情绪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而是来自于外在带给你一些感受。然后当你没有办法消化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你的压力。所以当你只有自己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你的心灵是会比较平静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之前看过，应该是不知道蔡康永讲过的一句话，他是说人生不应该要去追求快乐，因为快乐是一个比较值，你要先经历过不快乐，当你才会感受到快乐。那他觉得人生应该追求的是平静，所以当你身边的人事物可以让你感受到平静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拉进你的生活。那当有些事情是会让你感受到不平静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尝试的说不。所以我觉得这也说不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让自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状态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很劳累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他会不好意思，尤其亚洲人会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说不。那其实那个加在他身上的压力跟会喘不过气的状态，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点。对，以前都会觉得说，要把周末给排满，要跟朋友出去玩，然后要做很多事情，没错。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留一天或是1天半给自己，没错。然后自己去逛街，自己买东西，自己在家躺着休息。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时间是非常可贵的，非常重要。我也要跟你们说，一定要学会跟自己相处，你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没错。哇 ，Angel 今天给的建议真的是太好了。如果你的休息时间不够，好比说你今天加班，OK，你只有30分钟或者1个小时的放松时间，这段时间你会拿来做什么？对我来说，现在其实最有效的只放松，大概是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运动，我平常就会去健身房，然后可能就是跑个跑步机啊，然后做个重训。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追剧。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2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放松的？是因为这2件事情都必须要很全心全意的投入。比如说你在卧推。那个重量下来的时候，你脑袋中你能想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把它推上去，它才不会压下来。所以你是非常的专注跟投入在那个里面的。那追剧也是，你是要会投入在那个剧情，或是在里面的角色里面。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你脑袋里面只会想着这一件事情，其他可能比如说上班给你的事情，你就不在这时候不会进来。那这个情况下，就会让我在身心灵上面是达到一个比较就是平衡或者放松的状态。没错。如果今天追的剧是那种推理剧那就是所以就是要选。这也会看，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这种推理剧。那但这种时候可能是在我状态比较好，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也要思考打发时间，然后我在那边认真的看这件剧。那有些我也可能会看一些所谓的可能动画，就是你可能就算你一边滑手机一边看，就是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它还是会给带走你的剧情的走向跟注意力这样，所以就你还是可以帮自己不同的项目去做一个更细分的分类，那其实会就更有助于在你各个状态的时间点给你不一样你需要的东西。没错。所以找到一件可以让你放松、让你觉得很平静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没错。所以不要觉得说可能always出去玩就是放松，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好比说跟自己聊天、独处。所以不管你的心灵保养是追剧、喝杯茶，还是待在家里发呆，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喘口气，因为日子不是比谁忙，而是比谁过得更平静。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狗中文频道，我是 Sam， 感谢 Andrew， 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